家人，你修炼魔功，玷污你的师妹，败坏青云宗，罪该万死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本是宗门寄予厚望的天才，竟堕入魔党，还敢当众狡辩！掌门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柳师妹她在撒谎，赵无极他陷害我。是悔改的魔掌，今日我便替宗门清理门户。哟，这不是宗门最有天赋的虾仁师兄吗？如今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？师妹，你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多像一条丧家犬啊！虾师兄，就算陷害你，你又能把我怎样呢？哥哥，你们这群坏人怎么能对我哥哥这样？小雨，恳请掌门放过我妹妹，我愿为你当牛做马。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，你竟是纯阴之体。掌门，此女竟是纯阴之体。纯阴之体，在修仙界有句话，只要能与纯阴之体的人双修，便可让其修为突飞猛进。真是不错啊！将此女带到血炼池。你们这群畜生，柳如烟、赵无极、玄元子，只要我虾仁不死，定要你们魂飞魄散！布置悔改的魔杖，那老道便让你永世不见天日。青云宗第3代弟子虾仁，修炼魔功，玷污师妹，死不悔改，其罪当诛。哥，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小雨，是哥没用，哥对不起你，没有保护好你。快看，是苏家大小姐苏青哥，听说她要和青云宗的天才虾仁结亲，今日这是要去哪？我昨听青云宗的人说，那虾仁凌辱柳师妹，被废了修为，还被逐出宗门了呢。真的假的？那苏大小姐岂不是要悔婚？虾仁，果然是你，如今变成这副鬼样子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青哥，你别叫我青哥，如今你是废人一个，我苏家怎会与你这种人有牵扯？这是退婚书，你按个手印，从此你我两不相欠。青哥，你当初说过，不管我是天才还是凡人，你都闭嘴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我苏青哥要嫁的是能让苏家更上一层楼的强者，不是你这种连路都走不稳的瞎子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苏青哥，你别后悔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。至少现在的我不会后悔。哟，这不是之前咱们青云宗最有天赋的虾仁吗？我妹妹呢？小雨在哪？你们把她带去哪里了？你说那个有纯阴之体的小丫头，掌门说她体内有魔种，已经带去青云宗净化了。这次灵根选拔的孩子，体质最好的就是那个小丫头，纯阴之体正好能给太上大长老虚印子补补寿元。小声点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咱们青云宗就完了。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为小雨报仇！就凭你，你以为你能报仇？不过是个苟延残喘的废物罢了。既然你这么想见你妹妹，那我就成全你去镇魔塔第9层，尝尝烂魔噬魂的滋味吧。玄元子、虚印子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！他好重的恨意，好韧的骨头。你是谁？老夫是谁，你无需知道，你只需知道，老夫是这镇魔塔里唯一能让你活下去，还能让你报仇的人。你能帮我报仇？帮你？
老夫可没那么好心。老夫被困在这里1000年，早已油尽灯枯，而你体内残留的道运虽已被夺走，却仍有一丝本源未灭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恨意足够强，强到能承受老夫给你的东西。不管是什么，只要能让我报仇，我都愿意。老夫这里有一枚混沌魔丸，是老夫耗费100年魔气凝练而成，它能重塑你的身躯，让你拥有远超从前的魔功修为。但代价，你现在自断一臂，以断臂为容器，接纳混沌魔丸的力量。如若失败，便魂飞魄散。你可敢？有何不敢？好啊，好一个虾仁，老夫没看错你。你醒了，感受一下吧，混沌魔丸的力量，还有你新的魔躯。我真的变强了。这还不够，光有魔功还不够，你还需要一件武器。一阵风吹过，一面黑色的小帆落在虾仁的掌心。小帆只有巴掌大小，帆面萦绕着浓郁的黑气，还能听到微弱的怨魂哀嚎声。此乃万魂幡，是老夫从前的本命神器。老夫还会传你混沌魔经的入门心法，助你掌控魔气和万魂幡。去吧，虾仁，用仇人的血来祭奠你妹妹，也来祭奠老夫这1000年的等待。前辈，你到底是谁？老夫地行天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将来若遇到一个叫虚印子的人，替老夫也讨回一笔旧账。地行天，虚印子，虾仁将这2个名字记在心里。前辈大恩，虾仁永世不忘。他日若有机会，必报此恩。独臂持帆朝地行天所说的西北角走去，每走一步，他的气息就强盛1分，眼神就坚定1分。虾仁知道，他的复仇之路从这一刻正式开始了。虾仁循着记忆中的方向，一步步走向虾家村。然而此时的虾家村早已被青云宗屠尽，杀光。青云宗，玄元子，你们毁我家园，杀我亲人，害我妹妹，这笔血债，我虾仁定要你们1000倍万倍的偿还。片刻之后，虾家村村口多了一座百人坟，正是虾仁所立。小雨，乡亲们，今日我虾仁在此立誓，我必屠尽青云宗上下，让他们的魂魄被万魂幡炼化，永世承受弑心之痛。我必找到虚印子，揭露他延寿的罪行，用他的血来祭奠你们的亡灵。我必让苏青哥为他的嫌贫爱富落井下石付出代价。此事天地为证，万魂为鉴。若为此事，我虾仁甘愿被万魂幡反噬，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说罢，虾仁便在村口磕了4个头，然后起身离去。这个瞎子还敢来黑市！小子，你这幡子不错，给爷看看。让开！哟，瞎了眼还挺横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在这黑市，爷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你是魔修？不想死就滚！这是万魂幡，你是地行天的传人。万魂幡就是那个能吞魂炼魄的魔道神器。地行天不是被青云宗镇压在镇魔塔了吗？怎么会有传人？这小子还是独臂？难道你认识青云宗的人？外门执事李虎，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你的令牌是怎么来的？大人饶命！令牌是李虎给我的，他让我帮他留意魔修的踪迹，还说要是抓到你有重赏。哦，他现在在哪？在黑市东边的破庙里，他带着几个弟子，说是要等一个叛徒。谁还有李虎的消息？告诉我，我可以饶他一命。要是敢隐瞒，就和他一样。大人，我知道，李虎这次来黑市是为了抓一个叫阿九的盲眼丫头，说是那丫头能感知到魔气，对青云宗有用。阿九，盲眼丫头，
破庙的具体位置告诉我。老头不敢耽搁，连忙把破庙的位置说了出来。虾仁记在心里，转身朝着东边走去。记住，我叫虾仁，虾是虾仁的虾，人是虾仁的人。独臂魔修虾仁，还有万魂幡，这下青云宗要麻烦了。李虎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谁？是你，虾仁？你不是被扔进镇魔塔了吗？怎么会？独臂，你……托你的福，我活下来了。现在该轮到你死了。小雨，这是第一个，接下来就是赵无极、柳如烟、玄元子，还有虚印子。真是废物，连独臂都打不过。大师兄，会不会是魔修余孽干的？不过是些藏头露尾的杂碎。抓到那所谓的独臂魔修，就要让他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。他话音刚落，周围的风突然停了，原本昏暗的天色骤然黑透，连头顶的云层都染成了墨色，不是自然的黑夜，而是魔气凝聚的阴霾。谁在装神弄鬼？是我。冰冷的声音从魔气深处传来，虾仁的身影缓缓浮现，黑色魔臂拄着万魂幡，翻面在风中猎猎作响。虾仁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托你的福，镇魔塔里的魔物可比你这张伪善的脸有趣多了。你以为当年诬陷我偷学写煞经，柳如烟的银刀你藏在我竹屋的伪经，玄元子的秉公处置，你们演的这出戏真是精彩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虾仁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诬陷你，不该害你妹妹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饶你？我妹妹被玄元子扔进化血池时，谁饶过她？我被你们挖骨剜木扔进镇魔塔时，谁饶过我？我要让你知道，比死亡更痛苦的是永世不得超生。可就在这时，虾仁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万魂幡中的怨魂似乎变得躁动起来。他知道这是万魂幡的反噬，若不能掌控，迟早会被怨魂吞噬心智。该死！你还好吗？我没有恶意，我能感知到你很痛苦。虾仁没有说话，他能感知到阿九身上的纯净气息，那气息像一缕暖阳，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。但他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背叛之后。我知道你在找青云宗的麻烦，我也能帮你。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我能感知到能量的流动，能看穿谎言，还能找到虚印子的弱点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的家人也是被虚印子当成药引炼化的，我们是同路人。你叫阿九？是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跟在我身边，但记住，若是敢背叛我，我不会，我会帮你报仇，也帮我自己报仇。虾仁没有再说话，转身朝着青云宗的方向走去。阿九握着木杖，紧紧跟在他身后，一人一魔，一盲一残，在夕阳的余晖下走出了黑风岭。而此刻的青云宗早已乱成一团，柳如烟跪在玄元子面前，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地诉说着黑风岭的惨状。独臂魔修，万魂幡，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虾仁。传我命令，封锁青云宗所有出入口，加强护山大阵。另外，通知凌霄宝殿的虚印子长老，就说地形天的传承者回来了。你说玄元子下周去凌霄宝殿送养料，具体是哪一天？路线呢？是下周3，子时出发，走后山的密道。我听李虎和弟子说话时提到，密道直通凌霄宝殿的化血池，路上只有3队守卫，都是筑基期修士。还有青云宗的药田，就在密道入口附近，种的都是滋养魂魄的养魂草，专门用来给虚印子熬制延寿汤。药田的守卫很松，只有2个长老轮值。先破坏药田，断了虚印子的资源，再埋伏玄元子，既能削弱青云宗的根基，又能亲手斩杀仇人，一举3得。你不怕吗？药田有长老驻守，玄元子更是金丹期，跟着我，随时可能死。我不怕，青云宗杀了我爹娘，把我村子里的孩子都抓去当养料，我早就不想活了，能跟着前辈报仇，就算死了也值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异常坚定。虾仁看着他微微颤抖的肩膀，想起了萧雨当初为了保护他，挡在恶犬面前的模样，都是一样的年纪，一样的倔强，
一样背负着灭门之仇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等报了仇，我会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，让你好好活下去。谢谢前辈，我就知道您不是坏人。深夜，阿九突然脸色发白，猛地抓住虾仁的手臂。前辈，有危险！好多人朝这边来了，身上有青云宗的气息。多少人？修为如何？有5个，都是筑基期。他们拿着追踪法器，好像是冲着您来的。他们在洞口30步外了，左边那个手里有符篆，要放火。虾仁，果然是你！你杀了李虎，还敢破坏宗门计划，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聒噪！前辈，右边那个要逃，他的腿有伤，跑不快。说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柳如烟长老，他说您杀了李虎，肯定会对宗门不利，让我们追踪您的气息，一旦发现就立刻杀了您。柳如烟，我还没去找他，他倒是先找上门来了。你们知道药田的守卫换班时间吗？几个修士不敢隐瞒，连忙把药田的换班时间、长老的修为特点都说了出来。虾仁听完没有再留活口，他知道这些人都是青云宗的帮凶，留着只会后患无穷。前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药田了？夜色如墨，虾仁与阿九伏在山坡的灌木丛后。阿九闭着眼，蒙眼的蓝布下白光流转，灵童正仔细探查药田的守卫。前辈，换班的长老刚走，现在只有2个外门弟子守在东南角。西北边有个聚灵阵，是用来加速养魂草生长的，毁掉它，这片药田至少3年长不出新草。奇怪，刚才右边好像动了一下，怎么又没反应了？别大惊小怪，说不定是山里的野兽路过。仔细点查，这药田要是出了差错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青云宗的狗都该死！说虚印子还需要什么来延寿？你是虾仁，掌门早有命令，就算死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事，是吗？万魂幡轻轻一震，一道魂刃飞出，瞬间斩杀了执事长，鲜血喷溅在养魂草上，原本银白的叶片竟瞬间变得乌黑。这些靠灵气滋养的草，沾了血腥，反而会被魔气污染。前辈，快毁阵眼！我看到西边的长老往这边来了。虾仁猛地砸向那块刻着符文的石头，一声巨响后，石头瞬间碎裂，聚灵阵的灵光也随之消散。周围的养魂草失去了灵气滋养，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。大胆魔修，竟敢毁我青云宗药田！是你，虾仁，你不仅没死，还敢回来捣乱！今日老夫定要为宗门清理门户。前辈，他的吐息法术靠脚下的土脉驱动，左边3步外有个薄弱点。你就这点本事？今日我就用你的魂来祭奠这片被你们玷污的土地。不可能，你的魔功怎么会这么强？老夫跟你同归于尽。前辈小心！就凭你，还不配！我们走，下一站就是密道，等着玄元子送上门来。动作快点儿，耽误了给太上长老送养料，你们担待得起？他们刚踏入密道，虾仁布下的怨魂迷阵瞬间激活，黑色的雾气从岩壁中渗出，密道内的光线瞬间变暗，连灵气流动都变得紊乱。怎么回事？这密道从来没有过雾气。是魔障，有人在密道里布了阵法。雕虫小技也敢在青云宗撒野？
玄元子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，虾人，你回我药田，还敢在这里设伏，真是活腻了。当年你用锁链捆我，今日我就让你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。万魂幡来！玄元子脸色一变，没想到虾人的魔功竟强到这种地步。他不再保留实力，金丹期的灵力全部爆发，密道内的金色灵光瞬间压过雾气。哼，虾人，你以为凭这点本事就能赢我？当年你是我手下败将，今日依旧是。可就在这时，虾人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万魂幡的反噬毫无征兆的爆发，幡内的怨魂像是被玄元子的灵力刺激，变得异常狂暴，连魔气都开始紊乱。前辈，别被怨魂控制，想想萧雨姑娘，想想你要保护的孩子。玄元子，我还没问你，当年你为什么要杀小雨？她只是个孩子。那个小丫头有纯阴之体，是滋养太上长老的最好养料，杀了她是她的荣幸。你以为你妹妹是被净化，她早就被扔进化血池，炼成了给虚印子延寿的丹药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虾人的恨意，他再也压制不住魔性，魔气如潮水般涌出，密道内的雾气瞬间变成纯黑色。玄元子，我要你为小雨偿命！不，我是青云宗掌门，你不能杀我。玄元子终于露出了恐惧的神色，他想要自爆金丹，却发现丹田已经被怨魂的气息封锁，连灵力都调动不了。你杀我妹妹，挖我至尊骨，将我扔进镇魔塔，这些账今日该清了。这是替我妹妹讨的第一笔账，这是替虾家村的乡亲讨的，这笔是替我自己讨的。虾人，你会遭天谴的，虚印子长老不会放过你的。虚印子，我会去找他的，到时候我会让他和你一样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。前辈，我们快带孩子们离开吧，密道的动静太大，青云宗的人很快就会来。别怕，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前辈，老鬼应该就在前面的破屋，我看到里面只有他一个人，没有危险。老鬼就是之前在黑市提供情报的瘦小老头，虾人对他虽无信任，却也知道此人惜命贪财，只要给足够的好处，定会守住秘密。谁在外头？别怕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这些够你在黑市安稳过下半辈子。我要你帮我照看3个孩子。虾大人，这可是青云宗要抓的孩子，我要是留着他们，万一被发现，青云宗很快就会没了。你只要把他们藏好，等我解决了青云宗的事，自会来接他们。若是你敢耍花样，我保证你会比李虎死得更惨。我答应，我一定好好照看他们，绝不敢泄露半分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接你们，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们了。前辈，老鬼不会骗我们吧？他不敢，他知道我能找到他，更知道万魂幡的手段。前辈，青云宗乱了，柳如烟成了临时主事，他正在集结所有弟子，还派人去凌霄宝殿请虚印子出关，说要踏平青阳城，抓我们和孩子。他倒先急了，不过也好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我们得加快速度，在虚印子完全出关前赶到青云宗。一旦他恢复巅峰实力，再想杀他就难了。所有人听着，只要看到虾人和那个盲女，格杀勿论，谁能杀了他们，我就保谁晋升内门长老。柳如烟，当年你挖我至尊骨，今日我就用你的魂来祭奠我失去的一切。怕什么？他只有一个人，杀了他，为掌门报仇。弟子们早已被万魂幡的凶威震慑，没人敢上前。虾人魔臂轻轻一挥，瞬间斩断了山门的石柱。虾人，你别过来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虾前辈饶命，
柳长老饶命！柳如烟，当年你挖我至尊骨时，怎么没想过饶我一命？那是你罪有应得，谁让你修炼魔功，玷污青云宗？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？当年你和赵无极联手诬陷我，不过是怕我挡了你们的路。不可能，你的魔功怎么会这么强？强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若不是你挖我骨，玄元子废我功，我怎会入魔道得万魂幡？今日我就要让你尝尝我当年承受的痛苦。前辈小心，他怀里有蛊虫。柳如烟，你真让我恶心！今日我就抽你的魂，炼你的魄，让你永世在万魂幡中承受噬心之痛。你们当中若有人助纣为虐，现在滚出来受死！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。我们是青云宗弟子，岂能怕你这个魔修？你是魔，我们是名门正派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！好一个名门正派，背地里干着肮脏之事，今日便送你们上西天！广场上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只剩下那些愿意悔改的弟子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。虾人没有杀他们，只是废了他们的灵力。滚吧，别再踏入青云宗半步！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凌霄宝殿的方向传来，比玄元子、柳如烟加起来还要强100倍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是谁敢在老夫的地盘上撒野？万魂幡，你是地形天的传人。虚印子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！我妹妹小雨，还有那些被你吞噬的孩童，你还记得吗？小雨，哦，那个有玲珑心的小丫头，她的魂魄味道不错，帮老夫多活了5年。怎么，你是来替她报仇的？我要你为所有死去的人偿命！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也敢跟老夫叫板？地形天当年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是你这个毛头小子？你以为只有你有万魂幡？这是老夫当年从地形天手里抢来的核心仿制的噬魂幡，威力比你的万魂幡强10倍。原来地形天说的旧账就是指这个。虚印子不仅夺走了地形天的万魂幡核心，还仿制出了更强的噬魂幡。今日，老夫就用你的魂，还有你的万魂幡，助我突破瓶颈，延寿万载。前辈，他的噬魂幡核心在幡顶的骷髅头里。虚印子，你以为仿制的幡就能赢我？今日我不仅要杀你，还要夺回万魂幡的核心，为地形天前辈报仇。既然你不肯束手就擒，那老夫就先杀了那个盲女，看你还能撑多久。阿九，小心！怎么，心疼了？当年你妹妹被扔进化血池时，可比现在惨多了。她哭喊着哥哥救我，你却连影子都看不到。前辈，别被他骗了。许印子啊，千年了，你欠我的，今日该还了。地形天，你不是在镇妖塔吗？就是现在，杀了他！不可能，我不甘心，我修炼1000年，怎么能死在你这个毛头小子手里？小雨，哥哥为你报仇了，可我好像也失去了很多。前辈青云宗覆灭后，中州的几大宗门都慌了，他们组成了除魔联盟，要抓您和阿九姑娘，还说要毁掉万魂幡。苏家也参与了，苏清歌小姐亲自带队，现在就在山下。苏家，苏清歌。孩子们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我把他们藏在黑市最深处，没人能找到。我还偷听到除魔联盟里有人知道轮回池的线索，就在西域的万魔谷。万魔谷，虾人心里一动，地形天的意念提到过轮回池，老鬼又恰好带来线索，这绝不是巧合。你先回去照顾好孩子们，若是除魔联盟的人找你，就说你从未见过我。
多谢前辈饶命，我这就走。苏青哥，当年你退婚之辱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虾仁，束手就擒吧！你杀了这么多人，早已成了仙道公敌。若你肯交出万魂幡，我或许能求父亲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？当年你当众退婚，让我受尽羞辱时，怎么没想过饶我一命？如今我成了魔尊，你又来假惺惺的劝降，你觉得我会信你？当年是我糊涂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已经危害到了整个仙宗大陆。万魂幡嗜杀成性，若不毁掉，迟早会酿成大祸。大祸？比起青云宗的骗局，我这点事算什么？苏青哥，你若是想替青云宗报仇，就尽管来，我虾仁接着。这是给你的警告，再敢跟着我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你今天我们苏家便放你一条生路，撤退。虾仁，休走！魏长风，丹霞宗也想凑这热闹。你屠戮青云宗，身怀魔气万魂幡，早已是仙道公敌。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，除了你这魔头，哼，就凭你们！解决了先锋小队，虾仁才松了口气，踉跄着走到阿九身边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前辈，我感觉到血影宗的人离我们很近了，他们大概有20个，为首的是血影宗的副宗主，修为比魏长风还强，我们得赶紧进谷，找地方躲起来。虾仁魔尊，既然来了万魔谷，何必这么着急走？不如跟我们回血影宗坐坐，也好让我们见识见识，能毁掉青云宗的万魂幡到底有多大威力。是血影宗的人。前辈，前面有间屋子，屋里有天然的聚灵阵，能隐藏我们的气息，血影宗的人应该找不到。前辈，我刚才用灵瞳看到苏青哥也跟着除魔联盟的大部队来了，他好像在找机会单独见你，手里还拿着一样东西，像是跟你有关的。苏青哥，他为什么要单独见我？难道有什么隐情？前辈，苏小姐快到了，她身上没有敌意，只有很重的愧疚。她怀里好像藏着一张纸，上面有灵气波动，像是地图。让她进来，但你离她远点，我来盯着。虾仁，是我没有带任何人来。你受伤了，是血影宗的人伤的，他们的毒血还残留在你经脉里。没想到盲眼姑娘的感知这么敏锐，我路上撞见血影宗的巡逻队，差点被他们发现，还好我跑得快。苏青哥将万魔谷的地图递给虾仁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苏家不是也加入除魔联盟了吗？我爹是被其他宗门胁迫的，他们抓了我弟弟，逼我爹配合他们的计划，还让我来引诱你。可我不能再害你了，当年退婚是我糊涂，后来我才知道赵无极早就用苏家的生意威胁我爹，逼我跟你断了关系。青云宗的骗局，虚印子的恶行，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我对不起你，这张地图能帮你找到轮回池，也算我赎罪了。前辈，不好了，血影宗的大部队来了，有50多个人，为首的是他们的宗主血无常，修为已经到了元婴期。他们好像发现了苏小姐的踪迹，正朝着山洞围过来。苏青哥，你快走吧，血无常的目标是我和万魂幡，你跟着我们只会更危险。我不走，当年我欠你的，今日就用行动还。我知道血影宗的阵法弱点，能帮你们拖延时间。苏小姐倒是重情重义，可惜啊，今日你们谁也走不了。虾仁，把万魂幡交出来，再让那个盲女跟我回血影宗，我或许能饶你们不死。血无常，你想要万魂幡就自己来拿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万魂幡里有无数怨魂，你若强行夺取，只会被他们反噬。哼，我血影宗最擅长炼化魂魄，给我攻，谁先拿到万魂幡，我就传他血影宗的秘典。虾仁，快用魔气挡住血线，这血线里有噬魂毒，
一旦沾到，魂魄都会被腐蚀。阿九，你能找到解石阵的阵眼吗？阿九闭上眼，灵瞳的白光暴涨，穿透山洞的岩壁，看到了阵眼的位置。在洞口东侧30步外，有一块黑色的石头，上面刻着血影宗的符文。只要毁掉那块石头，阵法就会失效。虾仁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的魔性反噬已经很严重了，再撑下去只会被万魂幡吞噬，不如乖乖投降，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些。阿九，帮我锁定血无常的位置。前辈，血无常在洞口西侧的巨石上，他的丹田有破绽，是早年修炼时留下的。你只要攻击他的丹田，就能暂时压制他。撤，虾仁，你给我等着，陨魔台见，到时候我定要将你和万魂幡一起炼化。血无常说的陨魔台就是轮回池所在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趁他还没恢复，先找到轮回池。次日，三人收拾好东西，趁着夜色，朝着陨魔台的方向走去。小心，血无常在台下设了9幽冥血阵，这阵法要用9名处子的血才能催动，血影宗肯定抓了附近的弟子。前辈，台底有轮回池的气息，但被一道禁制封住了。禁制需要2种力量才能解开，一种是至纯的灵光，一种是至强的魔气，正好对应您右半身的至尊古道运和万魂幡。虾仁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9幽冥血阵，除非你能毁掉我手里的血魂杖，否则永远别想靠近轮回池。这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强的魔功？血无常，虾仁，你们2败俱伤，正好让我们坐收渔利。轮回池和万魂幡都是我们的。魏长老，你们口口声声说除魔，却想抢轮回池提升修为，跟血影宗有什么区别？苏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今日你若帮我们拿下虾仁，我可以饶苏家不死，否则连你弟弟一起陪葬。我不会再让你们威胁苏家，更不会让你们伤害虾仁。阿九，你帮我稳住轮回池的灵光，我去解决血无常。血无常，你残害百姓，修炼禁术，今日我就替天行道，了结你！我不甘心。哥哥，谢谢你，我要去转世了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还有阿九妹妹。小雨。虾仁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妹妹终于可以摆脱痛苦，重新开始。虾仁解决了血无常，该轮到你了。前辈小心，你的对手是我。除魔联盟不过是一群伪君子，今日我饶你们一命，若再敢打轮回池的主意，我定要你们魂飞魄散。我们撤。我想回苏家救出我弟弟，然后带着他去偏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参与这些纷争了。保重，若有需要，可拿着这枚魂玉找我。前辈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先找个地方帮你恢复灵瞳，然后等小雨转世。离开万魔谷的第3日，虾仁循着阿九灵瞳感知到的灵气轨迹，找到了一处隐匿在群山深处的灵泉。这里的灵气好纯净，前辈，我能感觉到灵泉的水能修复我的灵瞳，大概需要7日。如今你送小雨转世，万魂幡的反噬也已减弱，是时候告诉你一件事了：万魂幡的真正力量，并非吞噬魂魄，而是守护。上古时期，这柄幡本是镇魂幡，用来镇压幽冥裂隙的魔物，守护魂间生灵。后来被魔道修士篡改，才成了嗜杀的凶器。我当年争夺此幡，本是想将其复原，却被虚印子设计，落得被镇压的下场。如今你体内有至尊骨的净化之力，又有小雨真灵留下的守护印记，
是唯一能复原镇魂幡的人。西域极北的幽冥渊下，藏着镇魂幡的本源核心。只要找到核心，就能彻底消除幡内的凶力，还其本来面目。幽冥渊，那里是不是很危险？是危险，但也有机缘。你不是当年那个被仇恨侵蚀的少年，如今的你心中有守护，有温度，这才是镇魂幡真正需要的主人。我残留在幡内的意念时日无多，此事就托付给你了。前辈，我们去幽冥渊吧，我恢复灵瞳后就能帮你感知危险，我们一定能找到本源核心。就在这时，阿九的脸色突然变了，灵瞳的白光急促闪烁。前辈，有探子，是除魔联盟的人，就在山谷外，大概有3个，正在用传讯符汇报我们的位置。别杀他们，他们只是普通弟子，是被长老们胁迫的，我们把他们赶走就好，别再沾染鲜血了。滚！告诉你们的长老，别再来招惹我，也别再打幽冥渊的主意，否则下次就不是赶走这么简单了。3个听见虾人的声音，弟子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逃走了。前辈，你看，我能看清你了，你居然那么好看，虽然戴着草帽，但还是遮掩不住你帅气的容颜。既然恢复了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幽冥渊吧。前辈，前面有片冰湖，冰面下好像有东西在动，是冰破扇，以修士的灵气为食，一群大概有10几条。他能感知到冰面下涌动的阴冷气息，那些冰破扇的鳞片上还沾着未化的血迹，显然不久前刚袭击过其他修士。躲在我身后。前辈，他们要是攻击过来怎么办？他们只是在求生，这极寒之地食物稀少，他们攻击修士也是无奈，只要不主动招惹，他们不会轻易伤人。那我们快走吧，前面的风好像小些了，我看到远处有座冰封的山，应该就是幽冥渊的方向。2人又走了约莫2个时辰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极北的夜晚来得格外快，一轮残月挂在灰蒙蒙的天空，洒下的月光都带着寒意。就在这时，阿九突然脸色一白。前辈，有人追来了，是魏长风，他带了20多个人，还有丹霞宗的焚天阵法器，目标就是我们。虾人，这次看你往哪跑！幽冥渊的本源核心是仙道至宝，岂容你这个魔修染指！今日我定要拿下你，毁掉万魂幡！魏长老，你执迷不悟，你阵法的弱点在东南角，那里的法器灵力最弱，而且你丹田的旧伤还没好，强行催动焚天阵，只会反噬自己。就算你知道又如何？焚天阵一旦启动，除非我主动停下，否则你们迟早会被烧成灰烬。魏长风发动阵法，火焰瞬间暴涨，虾人感受到皮肤传来的灼痛感，却没有慌乱。他握紧万魂幡，将右半身的至尊古道运与幡内的守护灵光融合，化作一道金白相间的光照，笼罩住自己和阿九。这不可能！万魂幡明明是魔器，怎么会有净化灵光？因为它本就不是魔器，它是镇魂幡，是守护生灵的神器。是你们这些伪君子为了私欲，才将它污蔑成魔器。魏长老，小心！你们别再助纣为虐了，除魔联盟的长老们只是想抢本源核心，根本不是为了除魔。你们若再执迷不悟，只会白白送命。弟子们面面相觑，看着魏长风痛苦的模样，又看了看虾人身上的守护灵光，终于有人放下了法器。我不打了，我想回家。有了第一个，就有第2个。很快，20多名弟子纷纷放下法器，退出了焚天阵。你们这群废物！我饶你一命，不是因为我心软，是因为你还有家人在等你。回去告诉除魔联盟的长老们，幽冥渊的本源核心不是他们能染指的。若再敢来，我不会再手下留情。魏长风看着虾人的眼睛，那空洞的眼窝里没有恨意，只有平静。他突然觉得羞愧，狼狈地爬起来，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前辈，你刚才好厉害，用灵光就打败了魏长风，还没伤到一个人。是你的灵童帮了我，我们快走吧，再晚些，幽冥渊的暴风雪就要来了。2人继续前行，夜色渐深，寒风更烈。阿九的灵瞳突然亮了起来。前辈，我看到了，
前面那座冰封的山就是幽冥渊的入口，山脚下有个冰洞，洞口刻着上古符文，应该就是通往核心的路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，越来越大，很快就变成了暴风雪。别怕，我们马上就能进冰洞了。有人来过这里？里面有人吗？求你们救救我！阿九警惕地挡在虾人身前，灵童扫步哭外。是个穿着破烂皮袍的老人，身上还带着镇魔盟的令牌。是自己人？你是镇魔盟的人？您是地形天大人的传人，这是万魂幡，老奴是镇魔盟的守渊人，奉命守护幽冥渊，等着大人回来。前辈快请起。当年地形天大人被虚印子陷害后，镇魔盟就散了，只剩下我们几个老骨头守在幽冥渊外，等着能复原镇魂幡的人。如今您来了，终于有希望了。这是渊药，能感应幽冥渊的本源核心，但渊口被上古符文封住了，需要至尊谷的净化之力和镇魂幡的白光才能打开。不过除魔联盟的人已经到了幽冥渊附近，领头的是他们的盟主清玄子，修为已经到了元婴后期，还带了不少修士，看样子是想抢核心，用它来修炼邪术。我们得尽快赶到幽冥渊，您知道最快的路吗？跟我来，有条密道能直达渊口，比走冰原快得多。前辈，不好了，清玄子带着人来了，有100多个，还布了锁魔阵，把这片都围起来了。他们的目标是您和渊耀。阿九，你带着他先走，从密道去渊口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我不走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能找到锁魔阵的弱点，帮您突围。密道入口就在前面的冰缝里，老奴能引开一部分追兵，你们趁机进去。虾人，交出渊药和万魂幡，本盟主可以饶你不死，否则今日就让你葬在这冰原上。清玄子，当年你帮虚印子筛选养料，今日又想抢幽冥渊的核心，你也配叫出魔？牙尖嘴利，今日就让你看看什么是正道。前辈，西北方向的修士灵力最弱，是锁魔阵的破绽，我们往那边冲。快，密道就在前面。想跑没那么容易，虾人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找到你们。前面就是幽冥渊了，渊口的符文只有您能打开，清玄子他们一时半会儿进不来，我们还有时间准备。话音刚落，远处的风雪中就传来一阵破空声，魏长宗的身影冲了出来。虾人，这次我看你往哪跑，盟主已经下令，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你和万魂幡。幽冥渊的本源核心绝不能落在你这个魔头手里。魏长风，你口口声声说出魔，却为了本源核心追杀无辜，到底谁才是魔头？上次饶你一命，这次你若再纠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是盟主赐的焚魔阵，专门克制你的魔气，今日我定要将你炼化成灰烬。前辈，他胸口的魔晶是法阵核心，毁掉它，法阵就会失效。不，你竟能破解焚魔阵！滚！再敢跟着我们，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随后两人跟着老者，很快抵达了驿站。屋里生着炭火，暖意融融。你们要去幽冥渊，最近那里可不太平。除魔联盟的人3天前就来了，在渊口布了法阵，好像要强行打开渊底的通道。前辈，他们布的是巨灵破障阵，需要用大量修士的灵力强行冲破幽冥渊的屏障，这样会引来渊底的魔物，很危险。我们现在就去幽冥渊，绝不能让他们毁掉本源核心。这是抗魔丹，能抵御渊底的魔气，拿着吧。当年地行天前辈也帮过我，就当是还人情了。谢谢。随后两人抵达幽冥渊，黑色雾气从渊底翻涌而上，
虾仁站在崖边，他能清晰感知到渊底深处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在召唤，那是镇魂幡的本源核心。虾仁，你到来的正好，万魂幡本就该归正道所有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夺你魔气，再镇压这幽冥渊的魔物，成就不世之功。前辈，他的灵力有破绽，左侧3寸处是弱点。阿九，帮我稳住阵眼。前辈，西侧阵眼那里连着封印，毁掉它就能稳住魔物。拦住他，绝不能让他毁了阵眼。灵虚子，你修炼的根本不是正道功法，而是魔功。成王败寇，只要能得到本源核心，成为仙宗大陆的主宰，就算是魔功又如何？虾仁，你毁我大事，本源核心，他在召唤你。虾仁，你若敢取核心，我就引爆自己的元婴，让整个幽冥渊都陪葬。虾仁没有理会他的威胁，一步步走向渊边。万魂幡的光越来越亮，渊底的核心也回应着。前辈，我跟你一起去，灵童能帮你感知核心的危险，我们一起把它带回来。人类敢闯幽冥渊，受死！前辈，他的魔核在左胸第3片鳞片下，那里的魔气最薄弱，用至尊骨的金光能击穿。前辈，把手放在核心上，用万魂幡引导它的力量，核心很温和，它在等你激活它。虾仁将完好的魔币放在晶石上，与晶石的灵光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金黑相间的光茧，将两人与核心包裹其中。虾仁，如今你已得到该有的记忆，魔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些正义之士打着正义的旗号做坏事。去吧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。虾仁静静地看着地形天消散，心里升起一股正义之心，他已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朝着远方望去，新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两人行至一处名为清河村的村落外，却见村口的魔气冲天。前辈，村子后面的迷雾森林里有很重的魔气，还藏着一只受魔气控制的妖兽，村民们的牲畜都被他叼走了。壮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们村子！那迷雾森林里的怪物天天来骚扰，我们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想着逃出去。可外面到处都是战乱，我们也不知道能去哪儿。大叔别慌，我们会帮你们解决怪物的。壮士，那怪物住在迷雾森林的深处，每次出来都会带着浓雾，我们的猎户去了好几波都没回来。我们现在就去。阿九，你跟在我身后，用灵童帮我锁定妖兽的位置，注意安全。两人走着走着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，地面也跟着轻轻震颤。是那妖兽来了！前辈小心，它在你右前方10步处，是墨障兽，它的核心在黑雾中央，是一团墨绿色的瘴气结晶，只有用万魂幡的金光才能净化。虾仁立刻握紧万魂幡，朝着黑雾照去，黑雾中传来一声怒吼，一条雪白的小黑狗跑了出来。它恢复神智了，前辈，它好像在向我们道谢。两人走出森林时，清河村的村民早已在村口等候。看到他们平安归来，又看到森林的迷雾散去，心里无比感激。多谢壮士，多谢壮士救了我们村子。无妨，此地的魔气已除，你们可以安心生活了。前辈，老鬼传来消息，我们之前救的3个孩子所在的黑市，最近出现了魔气异动。好像有残余的血影宗弟子在那里作祟，老鬼怕孩子们有危险，让我们赶紧过去。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两人到达黑市后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，与往日的腐臭、丹药气息混杂在一起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前辈，孩子们和老鬼在最里面的石屋被一股佛光困住了，那佛光不对劲，里面藏着魔气，像是
有人用佛门功法修炼魔功。佛门功法素来以净化慈悲为和，怎会与魔气纠缠？你们这些血影宗的余孽，休想伤害孩子们！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。老东西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今日不仅要抓这几个孩子，还要等那个叫虾仁的来送死。他的万魂幡可是助我完成佛魔同修的最好祭品。大胆邪佛，竟敢在此造次！虾仁，你果然来了。这位是雷音寺的玄觉大师，今日他会帮我们拿下你，夺取万魂幡。雷音寺是仙宗大陆的佛门圣地，素来以净化魔物、普度众生闻名，怎会与邪影宗勾结，还修炼魔功？夏施主久仰大名，你毁掉青云宗，镇压幽冥渊，本是功德一件。可惜你身怀镇魂幡，却不懂其真正价值。若将其与我血佛功融合，便能成就佛魔同体，永生不死，岂不比你四处奔波守护生灵强得多？夏施主，识物者为俊杰，交出镇魂幡，我还能让你加入我们，共享永生。佛魔同修不过是借口，你根本不是在修炼佛功，而是在吞噬生灵魂魄，用佛光掩盖魔气，欺骗世人。小丫头眼睛倒是尖，可惜知道的太多，只会死得更快。玄觉，你玷污佛门，残害生灵，今日我便用万魂幡废你修为。你以为你能赢我？这降魔印加上我的血符功，正好能克制你。前辈，他的血佛功需要靠佛珠维持，毁掉他的佛珠，他的功法就会反噬。我的永生。小人，你别得意，我背后还有人，雷音寺里还有更多像我一样的符修，你们迟早会被我们取代。夏大人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……别说这些了。玄觉说雷音寺还有更多邪修，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前辈，玄觉的血符功很诡异，不像是他自己能创出来的，或许背后真的有更大的势力在操控。怪不得地形天前辈之前在魔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出来提醒我们，看来这背后隐藏的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。虾仁神情生出一股担忧，他知道玄觉的出现或许只是一个开始，仙宗大陆的危机远比他想象的更复杂。佛门圣地藏着邪修，正道宗门沦为私欲的工具，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更大的风暴。前辈，快到了，村民们就在前面的石室里。这几日每到子时，就会有黑影在密道外徘徊。我偷偷看过一次，那黑影手里拿着串珠子，嘴里还念叨着听不懂的话，不像血影宗的人。放了黑市里的村民们！阿弥陀佛，施主何必动怒？佛门之人为何会与邪影宗勾结？你身上的魔气是刻意炼化的，你在操控这些邪影宗弟子。施主此言差矣，贫僧枯荣并非与邪影宗勾结，只是在度他们。魔气亦是生灵，邪影宗弟子执念深重，正好做贫僧魔佛同修的养料。魔佛同修，佛门讲究净化魔气，你却炼化魔气，操控他人性命，这也配叫度？世人皆说魔气是恶，佛光为善，可善恶本就同源。贫僧要做的是将这世间的魔气与佛光融为一体，重塑一个无善无恶、无悲无喜的新世界，而万魂幡就是开启这个新世界的钥匙。可惜你不懂贫僧的大义，待贫僧夺了万魂幡，再用这黑市所有人的执念炼制成万念珠，就能让整个仙宗大陆都归于平衡。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你就别想你的那个什么魔佛同修。你竟敢破坏贫僧的大义，看来贫僧不得不认真了。不，贫僧的大义还没完成。前辈，我们赢了。夏大人，现在黑市不安全，
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在南境的忘忧谷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虾仁跟老鬼还有3个孩子一行人白日赶路，夜晚便在山洞或破庙歇息。就在这时，阿九的灵瞳突然闪烁，像是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紧盯着他们。前辈，我们被盯上了。追踪的人在我们身后10里处，身上的佛光比之前的僧人纯，魔气却更浓，应该是同伙。看来那僧人的背后势力来了，我们不能再带着他们赶路了，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藏起来。前面30里有个废弃的驿站，是早年商队歇脚用的，里面有个隐秘的地窖，能藏人。你们在这里待着，不要出声，我会在窖口布下隐匿阵法。我和阿九去引开追踪者，很快就回来。虾哥哥，你会回来吗？会的，我答应过你们，会让你们安全生活。虾仁抬头望去，山岗上立着一道灰色身影，那人同样身披僧袍，面容冷峻。贫僧悬空，枯禅宗弟子，施主杀我师兄枯荣，夺我宗魔佛，设立线索，今日特来讨还。枯禅宗，你们炼化魔气，操控生灵，也配称佛门弟子？师兄的魔佛同修只是入门，贫僧的枯禅魔佛才是真正的大道。今日便让你见识何为无善无恶的力量。施主的手段，师兄早已传信告知。枯禅宗要的不仅是镇魂幡，还有你身上的至尊古道运。有了这2样，宗主就能练成万佛魔阵，让整个大陆都归于枯禅宗的平衡。就凭你还不够格？不可能，你的道运怎么会这么强？宗主说过，至尊古道运与魔佛之力相生相克，你不该能赢我。前辈，枯禅宗的总坛应该就在西极古刹，他们的宗主恐怕已经开始准备万佛魔阵了。虾仁与阿九赶回废弃驿站时，夕阳已沉至山巅。阿九刚靠近房间，灵瞳的白光突然凝住。前辈，有人来过这里，泥土里沾着枯禅宗的念珠碎屑，他们应该是跟着悬空的气息找来的，幸好没发现老鬼跟孩子们。刚才外面有脚步声，还好没被发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得连夜赶往忘忧谷。虾哥哥，以后我们还能见到你吗？等我解决了坏人，就来看你们，带你们去看忘忧谷的桃花。前辈，我从悬空留下的舍利里感知到一些碎片，枯心的万佛魔阵需要3引：一是镇魂幡的守护之力，二是至尊谷的净化道运，三是万灵执念。他说的万灵，好像是指像忘忧谷这样的安宁之地，要把那里的生灵执念抽出来炼阵。他敢动忘忧谷，我定不饶他。忘忧谷里住着一位姓苏的老前辈，是早年从仙门退隐的，据说手里有件能隐匿气息的忘忧帕。当年我也是受他所托，才知道那地方能藏人。要是枯禅宗真要找去，或许老前辈能帮上忙。一行人赶了3夜的路，终于在第4日清晨抵达忘忧谷。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花香，与之前经历的魔气、血腥气截然不同。苏老前辈，很快，一位穿着青布长衫、须发皆白的老者走了出来。老鬼，今日来我忘忧谷有何事啊？前辈，在下听闻忘忧谷有一得道高人，特来此拜访。此次前来，便是我与3位孩子在此接住一些时日，打扰苏老前辈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无妨无妨，孩子们别怕，跟爷爷来，这里有甜甜的桃花糕。阁下便是虾仁吧？老夫早年在仙门时，曾听闻过至尊谷的传说，也见过地形天前辈的镇魂幡，只是当年的镇魂幡带着凶力，如今却满是守护之光。阁下心性远胜地形天。老前辈知道枯禅宗？枯禅宗是300年前从佛门分裂出去的异端，主张魔佛同源。当年为了练所谓的平衡之力，屠了3个村落，被仙门与佛门联手镇压。没想到如今竟又死灰复燃。他们的万佛魔阵，老夫曾在古籍里见过记载，一旦练成，会吞噬方圆1000里的生灵执念，
将整个区域变成无悲无喜的死域。老前辈，悬空自爆后留下的舍利，我能感知到里面有枯心的气息，还藏着一段模糊的画面。西极古刹的法阵中央有一颗完整的魔佛母舍利，枯心就是靠它支撑万佛魔阵。这舍利里藏着枯心的本命气息，若能将其炼化，不仅能知道万佛魔阵的具体布局，还能暂时屏蔽他对你的感知。老夫这里有一本清心诀，能帮阿九姑娘稳固灵瞳，让她在古刹里更精准地找到法阵弱点。接下来的3日，虾人留在谷中炼化舍利，万魂幡的金光裹着舍利，将里面的魔佛气息一点点净化，枯心的秘密也随之浮现。此去西极古刹危险难料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灵童能帮你找阵眼，还能预警危险，我不是累赘。好，我们一起去，一起回来。次日清晨，两人瞒着孩子们悄悄离开了忘忧谷。苏老前辈站在谷口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将一块刻着符文的木牌抛给虾人。这是护心牌，能挡一次魔佛母舍利的攻击，你们多加小心。走吧，该了结了。多谢前辈。转眼两人就来到了西极古刹，古刹的大门紧闭，门楣上刻着枯禅2字，字体扭曲，透着诡异的气息。前辈，前面就是西极古刹了。古刹建在山顶，万佛魔阵的灵光已经笼罩了整个山峰，阵眼就在古刹的大雄宝殿里。此乃枯禅宗圣地，非我宗门人不得入内。佛门圣地，岂是你这魔物能闯进来的吗？速速退去！让开！你们助纣为虐，炼化生灵，若现在回头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回头？宗主说过，只有魔佛同修才是正道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根本不懂。你只是单纯的魔物罢了，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魔佛同修。你们若想赎罪，就去忘忧谷保护那里的孩子。你杀了我吧，如若不能让我成就魔佛之身，我活在这世上也毫无意义。呵呵，又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和尚。哼，我一心向佛，刻苦修炼，哪怕我死后下地狱，也照样比你这个人不人魔不魔的烂人强。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的口齿如此伶俐。既如此，那我便送你下地狱。终于抵达西极古刹的大门前，大门紧闭，门上刻着诡异的符文，透着说不出的阴森。大雄宝殿内，枯心正坐在祭坛中央，身披黑色僧袍，身上裹着一团黑色魔气。虾人，你终于来了！我等这一天已经30年了。你等我30年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30年前，我亲眼看到正道修士为了争夺宝物，屠杀了整个村庄；又看到魔道修士为了修炼，炼化了无辜孩童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明白，所谓的善恶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只有让魔佛融为一体，让所有人都失去情感，才能真正实现平衡。失去情感，那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？你所谓的平衡，不过是你的自私。你想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活在痛苦与扭曲中。痛苦？我这是在拯救他们。等万佛魔阵启动，整个大陆的人都会忘记痛苦，忘记仇恨，永远活在平静中。前辈，阵眼在祭坛中央的舍利里，枯心的力量都来自那颗舍利，只要净化舍利，阵就会失效。休想！不，你不能毁了我的大业。为什么我的平衡为什么会失败？因为你不懂，真正的平衡不是失去情感，而是学会守护。守护你想守护的人，守护这世间的生机，这才是真正的正道。原来我错了。前辈，我们赢了。我们赢了，现在该回去接孩子们了。两人走出西极古刹，夕阳正缓缓落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山峰上，透着温暖的光芒。大胆！杀了枯心掌门还想走？不把我玄诀放在眼里吗？玄诀我刚想去找你，没想到你就送上门来了。你到如今还是执迷不悟吗？魔佛同修才是正道，
现在你已经修炼了地形天的魔功，只要你拿出万魂幡，帮我重振佛门大业，成就这天下第一寺，我封你为监寺，掌管这天下的4人。听上去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呐。玄觉，你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，你根本就不是人们所信奉的佛。如今我已经聚集9块碎片，今日我便借佛顶之力，让整个大陆都归入我佛同修的正道。你所谓的正道，不过是把自己的执念强加给众生。今日我不杀你，只替你净化这扭曲的执念。冥顽不灵，我已经苦苦相劝那么久，那今日就让你先尝尝这佛顶的厉害。气浪裹挟着吞噬一切的力量，所过之处，古刹的残柱瞬间化为飞灰。阿九立刻催动灵瞳，白光化作一道细针，精准刺入顶身的气门。前辈，就是现在，用佛光粉末堵死缺口，切断它的力量来源。不，我的佛顶！虾仁，你毁我宗门，散我尸魂，今日便用万魂幡与你这只魔婢继我枯禅宗命。枯禅宗以杀戮为道，本就该散。玄觉，你若回头，我还能留你一条生路。生路，生路，我佛的平衡大道只差一步便能成，你毁了这一切。猖狂！前辈，他左肩的顶片是弱点，那里的力量没完全融合，一攻就破。虾仁，你竟敢坏我大事！无禅灭世诀，我佛归一。夏大人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一定要完成。夏大人，您可一定要坚持住啊！老鬼扛着捆满醒神花的长杆，从废墟两侧冲出来，将长杆插入光柱两侧的地面。醒神花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，光柱的力量经肉眼可见的减弱。这花怎么会克制我的力量？你只知用魔气控魂，却不知世间草木皆有灵。这醒神花是谷里孩子们亲手种的，每一朵都带着守护的心意。你这扭曲的力量，怎么敌得过真心？不，我不甘心。师弟，停手吧，错的是我们，不是这世间。多谢，让我看清了这道。前辈，我们赢了，终于结束了。3年后的忘忧谷早已不是当年的小村落，虾仁不再是那个满身戾气的独臂魔尊，他成了谷里的虾先生，每天教孩子们读书。阿九则成了谷里的大夫，他的灵瞳不仅能变魔物，还能看透人体的病痛，治好过不少村民的老毛病。虾叔叔、阿九阿姨，你们来啦！我昨天还梦到你们陪我玩呢。小念宇又长高了，下次去谷里，叔叔教你吹笛子，好不好？夕阳西下，一行人踏着余晖回谷。谷口的老槐树下，老鬼正带着村民们忙碌着。明日是谷里的守护节，是为了纪念当年大家一起抵御玄觉的日子。前辈，你看，这样的日子真好。这世间最好的结局，从不是斩尽杀绝的胜利，而是用真心守护一方天地，让爱与温暖代代相传。